今天呢，咱们聊一下当今世界的5位强人，他们毫无例外是都摊上大事儿了。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3号。一听说是强人呢，你发现没有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喜欢自我神化。当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凡人的时候，他必然膨胀。而成过家的人都清楚，你膨胀以后，你必然是要来硬的。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位强人呢，是科技界也是企业界的雷军雷老板。雷老板这2天摊上的事儿啊，几乎是灭顶之灾。这信誉啊，我想一下可能就打了3折。因为在前几天成都市的晚上3点，有一位小米速七的车主啊膨胀了。他呢那个景象全部被后边一辆车啊整体拍下来了。他首先呢是不顾对方的线，唰横着漂移过来了，然后只要绿灯一亮，猛加速弹射出去啊，车速过快啊要失控。他呢赶紧刹车，刹的过程中啊，车子失控形成了 S 转弯，最后邦撞在了隔离带上，翻到了对向车道，呼起火了。路人呢赶紧得救人呢，问题是啊，他这门把手根本就打不开，没有弹出来，这玻璃也挺结实，无论是脚踢还是胳膊肘砸，愣是没打开，这人活活在里边练了。家庭悲剧吧。虽然说警方事后讲这个人啊是凌晨3点酒后驾驶，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喝没喝酒，你那个门把手都应该像宣传的那样弹开。第二呢，你车翻了几个滚儿，怎么就着火了呢？在这儿咱们必须回顾一下，雷老板汽车品质质量出问题已经不是第1起了。这家企业啊就是膨胀以后强行把这种不成熟的产品啊推向了消费者。在2024年江苏省常州高速公路上，它就有一起这个车祸，一辆小米汽车上面有3位23岁左右刚刚开始人生毕业的女生，她们还要去安徽考公务员。因为什么他们要玩自动驾驶啊？是因为小米的宣传里边，它是全球乃至全中国最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他说我经过多少万公里的测试，你随便开吧，可以。但实际上在中国的路况上有很多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当时啊道路正在检修，中国有个特色情况我在美国没发现，叫做对向借道，极少发生这种情况。前面修路，你呢 S 到对向去，直到修完了你再回来。当时的施工人员并没有按照规范摆放那个标志，就放了一些堆桶。你要是一个真人的话，一看就明白，这不常事吗？但是啊，这个系统里并没有植入这样的信息，所以他就视而无物，直接邦撞在前面车上，起火，门也是没打开。那是一起吧。那这次他可能是2个宣传破功了。第一个呢，他一直宣传，即使是我的车出了事故断电以后啊，我的车门会自动弹开。事实上他没有弹开，有很多修车的直接就拆开了小米速七的开关，他发现里边是挺简单的，无法做到他宣传的那样断电弹开，这就是欺诈了。第二个呢，他讲到自己的电池多么厉害啊，翻滚多少次不着火，现在不是又着了吗？所以我们讲啊，有人做了一个总结，一位不成熟的企业推出了一个不成熟的产品，卖给了一个不成熟的客户，最后这个客户在车里边烈火中他成熟了，家庭悲剧吧。第二呢，我们聊一个也是硬干强行膨胀的企业家，这还是一位女士，宗老爷子的女儿宗馥莉。宗馥莉最近是鸡飞蛋打，因为她失去了娃哈哈的董事长总裁的职位。虽然说你股权还保留着，
但这企业啊已经进入了实际上对他倒查30年的阶段，现在应该是限制出境了。实际上，在以前他老爷子在的时候，娃哈哈有一个特殊的安排，最大的股份43%是上城区这个国资委的，他们家族啊也仅仅是2股东，持股不到30%，第三啊像什么这工会之类的。但问题是啊，大股东默认宗庆后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我每年给你固定的收益，相对固定的收益，你把娃哈哈这品牌啊最值钱的这个资产，你授权给我的私营公司，而那家公司啊，可就是宗家自己的公司了，没有国资股份。举个例子，你这水卖了100瓶，卖了1亿瓶，跟这个国资委啊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得的是相对固定的品牌授权收益，而卖水赚的钱是归到人家鸿盛公司，是宗家的企业了。那你说这种情况，国资委能咽下这口气吗？以前行，因为老宗啊，他能搞定这个关系。你哪能搞清楚最后宗家赚的钱拿出了多少，打点了这些拍板的官员呢？这个事可能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宗复利在他老爹去世之后上来以后啊，他采取的措施啊，就属于那种啊硬干。首先呢，把他小妈和弟弟妹妹任职的公司啊关闭，代工业务我不给你了，我宁可给外人，我也不给你，这就是一个赶尽杀绝对自己人。第二呢，他要强行的推出一个宗小娃啊的娃小宗那个品牌，让自己底下的人啊，你必须卖我这个产品。这实际上也就影响了娃哈哈的这个声誉和影响了娃哈哈的品牌占有率。那国资啊就不惯他毛病了，给你爹面子，你不给我面子啊，那我就扫地出门。董事长、总裁辞任了，现在总裁管事的已经不是他了。现在国资啊就想一个办法，倒查30年嘛。你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尤其是在合作过程中，这是长期的畸形的品牌授权关系，难道就没问题吗？如果一倒查的话，可能就会把宗家转出海外的资产，包括那18亿美金的信托啊，你都得给我拿回来。那本质上是我娃哈哈公司的财产，不是你宗家的财产。你看鸡飞蛋打吧。第三位用强的还是咱们的习主席。习主席在第2任期的时候强行修改宪法，现在实际上呢是无限连任了，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啊，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他最近用什么强呢？在人们节假日连发7篇文章，中国经济啊风景独好，哎，你休假期间也得听我的教诲。最近啊，他上边这么用强，底下人啊也不注意方式。咱就不说那个前几年台海演习的时候那种步步进逼了，那种低俗的那个啊，确实比较低俗。他最近有些网格员啊，强行添加辖区居民的微信。有些人他不愿意受监控啊，网格员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古代那种监控的啊，百夫长或者10个人里边有1户是监护的。那这种强行的监护，大家不愿意，我就不加你微信。这些人不高兴了，我就来强的，专门在你早上上班以前堵你的门。7点钟你没起床了，他敲门，赶紧起来吧，加我微信。你想，他不光是加你微信这么简单，他是想知道你在网上说什么发什么，你的群里有可能说什么，这不就是等于一个贴身监控吗？所以说啊，上边人用强，底下人啊是一个德行。第4个，我们还是说一下俄罗斯的普大帝，他用强呢是强行把自己的无人机飞入了北约联盟国的领空。在这儿呢，我们必须说一下啊，在拜登时期他不敢这么干，因为在2015年有一次啊，他就把自己的飞机飞入了北约盟国土耳其的领空，仅仅1分钟就被土耳其的 F-16打下来一架，当时是苏24战斗机。
那你说普大帝能咽下这口气吗？能。他无非说发了个强硬的声明啊，我们保留一切反制的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反击，因为他也清楚他的飞机不是北约战机的对手。但是啊，在2025年老川执政时期啊，他就频繁的侵入北约的领空，德国也没办法，因为你已经影响到我机场的航空安全了。现在德国啊想了一个招，我觉得挺聪明的。现在啊，总理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等待议会批准，授权德国的警方可以击落不明的无人机。你看这招，我不是国防军干的，我是警察干的，这相当于内政和治安。你俄罗斯没脾气吧？如果说你再来的话，那国防军我就上了。第5个还是用强的高手，咱们的川大总统。川大总统现在是飞到了这个中东地区，加上自己的小哥们强行宣布啊，中东和平实现了。在这个致辞的时候，卢比奥国务卿说，川普总统是近50年来最伟大的总统。你看这马屁拍的，这够响的吧？但是啊，川总统明显觉得不够，说是只有50年吗？后来呢，逼着这国务卿强行改口，说100年最伟大的总统，这儿才满意。那问题是啊，咱们必须客观分析，因为大卫的粉丝他也有一些老川的支持者。我就问你一下，你相信这个和平协议它真的能促进持久的和平吗？我告诉你啊，真实的情况是老川飞回美国以后啊，这哈马斯他就反悔了。虽然说他释放了20个人质，以色列也相应的释放了2000个人质啊，你说谁划算？那肯定是哈马斯更划算。接下来啊，他就反悔，我们不放弃武力，不放下武器。第一段协议啊，他可是说好了我要放弃武力的投降。现在啊，他不光不放下武器，还要反攻倒算，在以色列撤出占领区域的同时，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开始对曾经和以色列合作的民众啊进行清算。他这个清算不是批评教育、开学习班，这个是直接啊在大街上当场，啪，这人就没了。你就可见啊，昨天是有50、60个人在街上就这么没呢。我就想问一下，那20个以色列人是人命，那这个牺牲的或者说被杀的50个人，他就不是人命了吗？谁为他们来主持公道？因为他们是想过正常的生活的，他们相信了老川可以给他们带来持久的和平，所以他们选择了和以色列合作。这个事儿啊就不好讲了。那第5个老川他还做了一件事啊，我觉得呢，过于粗暴了。你比如讲，在上个月，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把 TikTok 是卖给美国，中国呢授权算法。但这里边真正经营这家公司的中方只有1个董事会席位，大多数席位呢是美国的。共和党有人就提议，川普的小儿子好像叫什么克吧，艾瑞克吧，19岁大一男孩担任这家千亿级公司的董事。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个高级黑呢，你说黑老川怎么能这么黑呀？但是没想到啊，老川实际上是默认的。因为有记者啊曾经采访过老川，说你的小儿子，你认为他适合从政还是经商？人家老川说了，我觉得他适合搞科技。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次我看他在玩一个笔记本电脑，我就给他关了。过一段时间我去看的时候，他自己居然打开了。我就想，这个是不是小孩都会啊，是吧？你看，这在老川眼里，这就属于叫懂科技。有那个采访视频，我一会儿放出来啊，这不是无中生有。有可见呢，刚才咱们说的这5位，无论是企业界、科技界还是政界啊，都有一种特点，当他膨胀以后，就愿意不顾规则，也不愿意协商，强行的硬干。我感觉呢，
这观瞻不太好，您觉得呢？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都和您更新，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明天咱们在第一时间再会，明天见。